这群德国人好像没见过猪，先是强迫小猪合影，随后还要拉着他跳舞。别紧张，不是小猪气炸了，而是传说中的红色幽灵来了。几个德国兵带着2人去处死。长官纳闷了，为啥这家伙还戴个头套呢？啊，原来是苏联的搞笑艺人。小兵乐得合不拢嘴。老大，我们连元首都要枪毙吗？眼见纳粹对自己有点兴趣，元首赶紧开始表演。Achtung, Achtung! Deutschland über alles! Das ist unsere neue Schauspieler! 好家伙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聪明的小兵赶紧爬到汽车底下，用枪顶着钢盔探路。然而下一秒，一个男人从雪地里出现，他一声不吭，搜刮掉尸体上的物资，最后再次消失在风雪里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幽灵，简称红鬼。据说在2个半月内，他独自干掉了100多名纳粹。纳粹对他害怕到什么程度呢？有听到名字就吓得逃命，结果摔死的；有正在洗澡，衣服也顾不上穿，光腚就跑的。然而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人，最终却死在了黑枪之下。故事还要从一支深入敌后的游击队说起。一桌子好菜为啥不能吃？因为这是纳粹设下的陷阱，专门留给没饭吃的游击队。这个士兵两眼放光，拿起伏特加就要开干。哑巴的小猎人赶紧抢过杯子，把酒倒掉。士兵不明所以，对他大打出手，直到老猎人说出了缘由。原来这些酒菜都下了毒。很快，他们就发现谷仓里村民的尸体。长官决定留下怀孕的女人休息，他带着其他人继续向前侦查。可他们前脚刚走，纳粹就大摇大摆地回来了。女人撤退不及时，只能躲进大箱子。等游击队回来，顿时傻眼了，想强攻，敌人是他们的几倍，根本不现实。另一边，女人藏了几个小时，紧张的汗液流了一地，引起了小兵察觉。小兵过来打开箱子一瞅，完蛋！女人被他们审问，德国上尉却开始一件件脱衣服。别误会，他下令杀掉女人，随后就去蒸桑拿了。鼻青脸肿的女人被带到院子，游击队员看到这一幕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他们摸到前沿，正在打盹的德国哨兵被挨个解决，然而女人已经要被枪毙，他们赶不上了。德国兵接连倒下，女人趁机跑到安全的地方。游击队这边懵了，是谁在开枪？往不远处一瞅，一个男人正对着纳粹发动冲锋。明明只有一个人，却打出了一个连的气势。没错，那人正是红鬼。游击队一看这架势，干脆一股脑冲上去。红鬼神出鬼没，战斗力极强，很快就放倒了一大片德军。正在洗澡的上尉只好光着身子逃命，而他的副官一紧张，自己摔了个狗吃屎。眼见部下伤亡殆尽，上尉脑子里却只剩下怎么活命。他看了看筐里的花裙子，随后命令部队掩护他。等游击队彻底消灭抵抗，才发现上尉已经挖洞逃跑了，而红鬼则累得直接瘫倒在地。看来这家伙也是个人类啊！游击队员们大吃大喝一番，而长官知道德国人一定会回来，他下令大家马上收拾出发。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女人发出一声尖叫，她要生了。这个穿裙子的男人可不是变态，他是德军上尉，在洗澡时遭到袭击，狼狈地捡了一条命。现在他带着大队人马回去报仇。村子里，女人成功生下孩子，德国人开始了炮击，吹一声口哨放一炮。但他们没料到，红鬼就在身后，口哨接着再吹，炮兵挨个白给。军官还纳闷怎么不放炮了。上尉带着大队人马冲进村子，一小撮游击队显然难以抵挡。为了救负伤的长官，老猎人被当场打死。看到这一幕的小猎人径直冲了过去，也倒在了枪下。重伤的长官被枪托打中下颚，硬核的士兵直接一拳给他复位，再来一口伏特加，端起机枪就冲了上去。众所周知，喝了酒的毛子是无敌的，四周很快就被清理干净，而他也倒在了上尉的黑枪下。这时，红鬼缓缓走出，示意要跟上尉决斗。两人一语不发，手中长枪已然化作利剑。红鬼明显体力不支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连枪都被打掉，他只好死死握住刺刀，把对方的武器也甩掉。两人开始了肉搏，红鬼被打得爬不起来。就在上尉要了结红鬼时，一把尖锐的镰刀刺入了他的胸膛，红鬼胜利了。然而一声枪响，他也重重倒地。还记得这个摔倒的副官吗？这家伙并没有死，他狂笑着自己干掉了红鬼。可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干掉他的正是小猎人。数月后的一个村子里，纳粹抓到了帮助游击队的男人，而这正是开头那个假元首。不同于上一次的卑微求饶，这一次男人非常硬气，宁死不屈。就在他要被处决时，熟悉的枪声传来，周围的纳粹挨个倒下。
村民们仿佛受到召唤，不论男女老少，都开始与敌人搏命。大妈径直冲向纳粹，一把夺过枪，狠狠砸下，直到鲜血飞溅。男儿用木棍痛击纳粹，再扔出火把将他活活烧死。没多久，广场归于平静。一个孤独且单薄的背影出现，他收集好敌人的枪支弹药，随后默默离开。难道是红色幽灵吗？可他明明已经牺牲了。这时，镜头里的男人终于转过身来，他正是那个哑巴的小猎人。原来红色幽灵从来不是特指某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每一个誓死保卫祖国、与邪恶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无名战士，都是红色幽灵。